大家好，今天在南方澳买到青鲫鱼，就来做个青鲫鱼熟成。首先去除鱼鳞，这个鱼鳍很尖锐，我通常一开始作业就会剪掉，避免扎到手。尤其是有一些鱼的肛门旁边有一根藏起来的刺，没剪掉扎到手会流血。去除鱼鳞，小幅度的上下移动就好，这样子鱼鳞比较不会喷得到处都是。鱼鳍旁边的鳞没有去除干净的话，割鱼肉下刀的时候会卡住，然后鱼鳞粘在肉上会很难弄下来。这种刮鳞器的前端是尖的，有锯齿，可以用来刮除鱼尾还有鱼鳍旁边的鱼鳞。一般做熟成鱼，我是不会先去除鱼鳞的。依照个人的经验，生鱼片的鱼肉要尽量保持湿度，在有鱼皮跟鱼鳞的保护下，鱼肉比较能够保持湿度。那今天先去除是因为我不想做灌水的放血，只做短天数的熟成，所以会把鱼头先切掉，那就先去除鱼鳞。做生鱼片存在一定的风险，做熟成鱼的风险又更高。之前有网友跟我说，他在家弄一弄吃了，然后发高烧，所以很多细节要特别的注意。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没有说明很多关于熟成鱼的做法，是因为我怕观众觉得我在推广这件事情。那其实很多日本的餐厅、日本的影片都在做熟成鱼，我相信自己在家尝试的人也不少，所以之后我就分享一些心得供大家参考，互相学习一下。我在夏天的时候尽量不做熟成，要做的话也是天数比较短的，因为夏天的鱼油脂比较少，熟成对于增加生鱼片风味的效果不大。然后夏天的自来水温度比较高，如果用金本式的放血，鱼肉的温度会上升很多，所以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灌水。你可以把鱼肉切开，用纸巾包起来把血吸掉，或者是参考一下另外一个频道郭师傅的做法，他把鱼泡在冰盐水里面。那在肚子里面塞纸巾，目的是吸收渗出的血水，最好是塞成原本内脏的大小，这样的鱼肉不会变形。那在鱼的外侧包纸巾也是一样，为了吸收表体的水分，如果不包，鱼肉会泡在自体渗出的水分当中，会有臭味。那如果事先去除鱼鳞了，渗出的水分会更多。好，熟成2天了。我在2天的期间中有换过2次纸巾，所以这个纸巾是干的。我的影片中没有拍换纸巾的画面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影片看起来很冗长。有网友自己在家弄，3天都没有换，一打开鱼肉很湿，这样子不太行。鱼的表体要尽量保持干燥，避免细菌滋生。取肉的时候不用洗，一开始下刀的角度正确，然后慢慢的多划几刀就好了。记得要用湿抹布保持刀锋的湿润，用滑动的方式慢慢的取肉。我以前做熟成会用机器抽真空，或者是用脱水膜包住整个鱼。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太行，因为会抽掉太多的水分，纸巾一下就湿了，鱼肉的鲜味也被强烈的抽取出来。鱼肉很细腻，水分很多，水分被抽掉太多，口感就会变得黏黏的，切割的时候鱼肉会黏住刀子，让你很难操作。然后鱼肉在真空袋中被紧紧的夹住，肉就变形了，会失去弹性。正常的状态下，熟成完之后，鱼肉也应该要保持湿度跟弹性，不是变成鱼干。像这样子有光泽的状态才是好的。我之前在取第2片鱼肉的时候，经常容易失败。后来领悟了一个小技巧，手掌的下方压着鱼的脊椎骨，用食指跟大拇指拨开鱼皮。这个手势的作用是让鱼骨紧贴在砧板上，
你下刀的时候，跟骨头之间的角度就不会歪掉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划，就可以切的比较漂亮。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，用左手手掌的下沿往下压，固定住骨头，这样子切割比较容易，能够取下更多的肉。那有一些鱼种血本来就比较少，没有放血切开也不会觉得很血腥。鱼下巴不能做生鱼片，我们就把它切掉，可以拿来煮汤或是烤。去除腹骨的第一刀要割断腹骨跟脊椎的连接处，这需要比较用力。割开连接之后，就要转刀的角度，转的角度取决于腹骨的大小。刀切割的角度呢，跟鱼肉平行，紧贴着腹骨的下方。那跟鱼骨不要分开太多，会浪费掉能够做生鱼片的鱼肉。必须要切除所有跟内脏接触的腹膜。也可以把刀锋朝上，然后先割开腹骨的连接处，再往下做切割。所以在去除腹骨的时候，比较窄的刀比较容易操作。切除中间的鱼刺的时候，如果刀不够锋利，鱼皮会连着，所以我通常就直接拉起尾段，把刀往前推，这样子就能够很轻松的把鱼皮割断。因为熟成前没有先放血，所以就多喷一些冰盐水，上面盖一层纸巾，放在冷藏30分钟。那半湿的纸巾会吸出鱼肉组织里面的血液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吃了。今天如果不熟成，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，只是冷藏的时间会放的比较久一点。因为现杀的活鱼，如果你不放血或静置一段时间，吃起来会有浓浓的血腥味，只能用大量的酱油跟芥末去盖住它的血味。如果再加上很硬的鱼筋，以及鱼死亡前挣扎造成的乳酸堆积，那样的生鱼片就会很难吃。好的生鱼片就只需要一点点酱油或盐巴来提味，就能吃出油脂跟甜味来。那依照我的认知跟实际上的经验来看，坊间所卖的生鱼片，除了活鱼现杀的那种海产店之外，其他的几乎都经过熟成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差别点只在于它从死亡到上桌，中间经过了多长的时间。尤其是那些强调空运来台的进口鱼，它在运送的期间其实就已经在熟成了。所以很多人说他没有办法接受熟成鱼，其实他只是不了解而已。
一整盘成本370元的熟成生鱼片完成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欢迎大家留言、切磋、指教、干屌，拜拜。